欢迎收听。哎，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滑完手机之后啊，脑袋好像有点顿顿的？就是卡卡的，好像想不出什么新点子。对，好像会有这种感觉哈。这次我们就要来深入看一下一份从大脑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看看我们这个手机使用习惯跟我们的创造力之间到底有什么可能有点惊人的关联。嗯哼，我们手上这份研究啊，用了一个蛮酷的技术，叫做功能性近红外光谱，就是 FNIRS。对，那个你可以想象成，像一顶帽子戴在头上，然后它可以读你大脑的活动。没错，用这个技术来比较哦，就是有智慧型手机成瘾倾向，他们叫 SAT，跟健康对照组 HC 这两组人在动脑想点子的时候，大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嗯，那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想搞清楚这种潜在的成瘾倾向，是不是真的会影响我们产生新点子的大脑机制对，特别是那种需要跳脱旧有想法的时候。啊？对，就是那个所谓的语义限制。我们来看看这个脑部扫描到底揭露了什么。好啊，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研究。首先，从那个行为结果来看，蛮直接的，对，就是被筛选出来有手机成瘾倾向 SAT 那组人，他们在一个叫替代用途任务 AUT 的创造力测验上，分数真的比较低。这个测验就是要你，比如说看到一个回文针，然后尽量想出各种不同的新奇的用途。对对对，结果那个 SAT 组他们想出来的点子数量，还有点子的种类跟那个新颖度，就是原创性了哈，都比健康对照组 HC 组要少。对，行为上是这样。不过我觉得更有趣的是，看他们大脑活动的差异。那个 FNIRS 帽子看到的，没错，研究就发现SAT 组在做这个想新点子任务时，大脑里面有好几个关键区域，那个活跃的程度就明显比 HC 组弱。哦，哪些区域啊？主要包含了我们大脑的，可以说是执行长吧，就是负责思考计划控制的那个前额叶皮质 PFC。PFC。对，还有处理语言、记忆，还有一些概念连接的田叶区域，感觉就有点像引擎的马力不太够，影响到创意的产出。哎，那研究里面我看到他还设计了一个叫做限制情境，这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故意要让人卡关。哈哈，对，可以这么说啦。这个设计其实是为了模拟我们现实生活中常遇到的状况。哦，在这个限制情境下呢，他们会先跟参与者说某个东西的常见用途，比如说，杯子就是拿来喝水的嘛。但这个提示它反而会变成一种干扰，让你之后要再想出杯子有什么其他新用途，像是当笔筒啊、小花盆啊，就变得更难。原来是这样，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语义限制在搞鬼。正是如此。那在这个比较难的限制情境下，这两组人的大脑活动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就是关键了。研究发现当面对这种限制，就是需要更努力去克服旧想法的时候，SET 组的那个前额叶皮质和田叶区域活动程度降得更低了。降得更低。对，这就显示说他们在挣脱那种固有的想法，要做那种跳脱框架思考的时候，大脑好像显得更吃力，或者说资源更不够用。哇，那相比之下，健康对照组的大脑活动就没有因为这个限制而下降的这么明显。所以说这个手机成瘾倾向好像不只是行为上的习惯问题，它可能真的会削弱我们大脑在进行创意思考的时候那种突破限制需要的认知控制能力。你这个推论很精准。研究甚至还锁定到 PFC 里面一个更小的区域，叫做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 （Left Diel PFC）。哦，还有更细的区域。对，他们发现这个小区域的活跃程度，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手机成瘾分数越高，点子的原创性就越低，特别是在那个需要克服限制的情境下。所以活动越低，原创性就越低。没错，甚至有直接的负相关，成瘾分数越高，这个关键脑区的活动就越低。那所以不只是单一区域活动减弱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大脑不同部分之间需要互相沟通协调才能产生创意吧？这方面的连结，研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得很好。
这个研究确实也深入探讨了所谓的功能性连结。功能性连结，对，意思就是看大脑不同区域之间他们是怎么协同工作的，沟通的好不好。嗯哼，结果就发现，无论是在动脑想点子的时候，还是在没事放空休息的时候，SAT 组的大脑里面那个负责专注控制的执行控制网络 ECN，专注模式，对，跟那个负责记忆、语义联想，比较像大脑在做白日梦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漫游模式。对，这两个网络之间的沟通连接都比 HC 组来的弱。所以不只是个别部门火力不足，连那个跨部门的合作效率都下降了。没错，可以这样理解。哇，那听起来影响蛮全面的耶。是啊，一般认为啊，这两个网络系统之间如果能够良好沟通协调，对创造力是很重要的。它帮助我们平衡那种有目标的思考跟自由的联想。所以 SAT 组这种比较弱的连结，就跟他们比较差的创造力表现，还有比较高的成瘾分数是有关联的。这是不是暗示说，他们的大脑在整合资讯或者产生那种新奇连结的时候，效率比较低？对，有可能。甚至研究也提到，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 ，SAT 组的认知资源在进行创造力任务时，可能会更快被消耗掉。那么讲了这么多，这一切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项研究算是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而且是来自脑科学的证据，指出我们对智慧型手机的这种依赖倾向，可能真的会在生理层面上影响到我们进行创意思考所必须的一些认知过程。特别是那种要打破常规，想出点不一样东西的能力，似乎跟大脑关键区域的活动下降，还有网络之间沟通变弱有关。对，虽然说这个研究看的是倾向，它不是医生诊断的那种成瘾症了哈。对，还不到临床诊断的程度。但这确实也引发一个蛮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天这样高频率的使用这些手机、平板，会不会真的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们大脑处理像创造力这种比较复杂的心智活动的方式？而且那个关键好像就卡在那个认知控制能力可能受到影响。对，还有整合新资讯的能力。没错。最后呢，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延伸思考一下。这份研究它主要关注的是产生点子的这个阶段嘛？对，想出点子。那你想想看，这种对大脑认知控制和网络连接的潜在影响，对于创造过程的其他环节，比如说我们想出点子之后，要去判断哪个点子比较好，评估点子，或者说要去解决那些需要长时间专注还有思考弹性的那种复杂问题，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问题很好哎。对呀，这点就值得你细细思量一下了。